嗨，大家好！连续一个礼拜的下雨啊，阻碍了出行。终于呢，今天好像见到一点晴朗的时候了啊。虽然呢还是多云，今天的天气预报应该还是会下雨，但相信呢，连续暴雨的时候呢已经过去了。相信没过几天啊，天气又要转热了，所以赶紧趁着现在还能骑啊。气温还不是很高呢，出来骑行一段。今天早上呢起来啊，发现我在 YouTube 上面上传的视频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其实是我自己的 mistake， 把一个没有完整编完的视频呢上传到了网上。主要问题呢就是在骑行过程当中的漫谈呢，总会经过一些剪辑，有时候呢需要把讲错的地方、重复的地方、停顿的地方呢做一些剪辑，使得听起来呢更加流畅。然后呢要导出字幕，等到这些文字上的剪辑基本 OK 的时候呢，再加入一个背景，比方说我骑行中的连贯的片段，或者是某处比较优美的风景，以衬托我讲话的内容。谁知道今天早上上传的这个视频呢，虽然做了文字方面的剪辑，却忘了添加完整的背景视频，结果就造成了在观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因为剪辑文字造成的视频的某处的中断跳跃，看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啊。所以原本今天早早就要出来骑行，当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呢，赶紧又进行了重新的制作，然后呢把这个已经上传的视频进行了下架，仅做思想。那么这样呢，之后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朋友呢，就不会因为这个视频的跳跃的画面啊晃眼睛，并且可能会埋怨这个制作者粗心大意啊，没有精益求精。所以呢，我再重新上传了一遍更正后的视频之后，也留言向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尤其是已经观看了我出现错误的视频的朋友们呢，致以歉意啊。
我的2个孩子啊，他们以往呢，除了中小学啊，基本上都在远离父母身边的地方求学，甚至呢，都有一段人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啊。也可能呢，我自己到了退休的年纪啊，多少呢，有些更加挂念自己的孩子。前段时间呢，2个孩子，一位呢完成了学业啊，另外呢，也是因为疫情，在大学学习期间啊，好几年没有回家探亲，结果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过了2个多月，享受了不少天伦之乐啊。但是美好的时光呢，总是过得很快啊。现在呢，我的小孩有一位已经回到了他的求学地，继续完成大学最后1年的学习，而另一位还非常愿意啊，跟父母继续相处一段时间啊，所以还是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家老二呢，回到了他的求学地，昨天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在他现在学习生活的城市，骑共享单车，在一处湖边啊，休闲式骑行的照片。虽然骑自行车呢是孔见怪的事啊，基本上大家都会骑，但他回来探亲的2个多月时间里面，可能也是突然发现他的父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热衷于骑自行车，可能受到我骑车的影响吧，他也甘冒盛夏的酷暑天气啊，经常在小区里面陪我骑一段。而昨天发来的照片呢，我相信啊，他把这个骑行的习惯啊，慢慢带到了他求学生活的国外。我想呢，也可能是表达一种情感啊，一种含蓄的想念自己家的大人的一种情感吧。所以我们看到他发来的骑车的视频啊，内心还是有不小温暖的感觉。对于他们年轻来讲啊，可以进行健身的运动很多，而他们呢，可能也更愿意去到一个健身房，甚至有时候在健身教练的指导下，不仅呢通过运动来健身，保持好的体态，同时呢也是享受属于他们这个年纪的生活的时尚啊。而这呢也是我对孩子们的期望啊，就是你要朝气蓬勃，你要充满活力，你要乐观豁达，最要紧呢，你要有好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去面对你人生途中需要的不断的学习，面对的种种的困难。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追求时尚，在他们年轻人的世界里面养成健康的习惯。总之吧，就是希望他们健康成长，有着时尚的追求。
现在呢，我出了我们的小区啊，就在前面呢有一家我经常去自助洗车的洗车机那边啊，看看我的账号还能不能用，看看有没有可能呢，给我已经显得很脏的这台折叠小车啊，也洗个澡，做一次清洁啊。今天呢，应该是有下雨的预报，所以这边洗车的这些洗车机呢，几乎没什么人用。看看我能不能去利用一下啊。嗨，大家好。刚刚呢，我在一个叫车天地的自动洗车机啊，其实是洗汽车的那个机器，花了5块钱左右，把我的小单车呢也稍稍洗了一些灰尘啊。虽然我刚才检查一下，它其实洗得并不干净，但好歹呢，也比原来啊沾上就是一手灰的程度要干净一些。因为你别说啊，就这么一个小单车，在哪里能够给它洗干净，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因为如果你要在家里给它洗的话，它总会产生一些油腻啊，会搞得洗澡间很滑。你在阳台上洗，管子又不够长，所以有时候觉得洗个小车也挺麻烦啊。正因为这样的麻烦，所以呢，已经好久没有做清洗了。现在呢，我从自动洗车机最近的一个祈福新村的大门半山区的入口骑进来啊，从这边呢骑回家去。
我的左侧呢就是一个小学，虽然不是以祈福新村来命名的学校，但是这样的学校呢在村里有很多个啊，而且据说最近在祈福湖畔怡湖湾区呢又要建一个学校。基本上这样的学校呢还是属于公立学校体系啊。虽然我不清楚对于普通的居民来讲，特别是他的户口不在这里的暂住的居民，他的收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相信呢是要交一些费用。据我所知呢，可能1年得要交个几千，会不会上万我就不清楚啊。但相对而言呢，比起祈福英语实验学校这样的私校，它的费用相对还是容易承受。这样的学校呢，也满足更多的因为祈福新村远在郊外，房价相对便宜，所以吸引着不少其他地方来广州工作的人士首次职业，或者呢就是想为自己的家人找一处相对安静、生活环境不错、配套设施完善，而且呢能够在自己的屋村里面上学，对孩子也比较安全这样的一些考虑的购房者。由于这样的居民越来越多，那随着这个屋村人口的增长，所以解决他们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就成了重中之重的问题。正好骑下半山的这个小坡就来到了祈福新村消防站的门口。这边呢也是一个公交站的某条线的终点吧。边上呢就是小丰园但前几天呢看到村里一位村民发的一个视频，说因为呢这里要建一个垃圾转运站，所以呢使得就在旁边的小丰园和其他的屋村呢，它的房价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中国老百姓对于那种垃圾站便站建在自己身边，但是呢这里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告示，相信了这些垃圾转运站已经板上钉钉，那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吧。但以我们住的稍稍远一点的村民来讲你屋村里面垃圾处理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共设施呢，也总得要有地方来建设，否则呢就有可能对全体村民造成困惑但是呢也希望在建设这样的项目之前呢，更多的听取周围居民的意见，看看能不能尽可能的回应他们的关切，让他们呢虽然无法改变现实，但是呢也能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并且呢对他们可能多余的一些担心能够给予科学的回应，尽可能的打消大家的疑虑最起码呢让大家能够理性的接受这样的现实，把精力呢尽量用到自己可行的可控的事物上面而不是内耗在这种你无法改变政府决定那我相信这样的垃圾转运站肯定不是这个屋村自己想建在哪就建在哪，它肯定背后呢有政府指导的，需要执行政府设置的一些规范的逻辑所以看到了这个垃圾转运站的建设再跟大家多分享几句。那今天我们的骑行慢聊视频呢就结束，我们下一段骑行再聊。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